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磁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下个月 iPhone 14系列就将与我们见面。随着苹果发布会的临近，关于 iPhone 14系列的备货量、配置以及价格也是爆料不断，并且引发不少网友热议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请大家按赞并订阅。iPhone 14系列已进入量产，发布后有钱随便买。近期，据苹果分析师郭明基发文表示，据其对经销商和零售商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，苹果今年秋季推出的 iPhone 14系列的需求将会比之前的 iPhone 13系列更强、更受欢迎。这些经销商和零售商为了确保 iPhone 14系列供货稳定，不惜为此支付有史以来最多的预付定金。郭明基指出，苹果下半年发布的 iPhone 14系列的预付定金明显要高于之前的 iPhone 13系列，乃至于在某些地区的预付定金甚至高出了足足1倍。此外，据苹果零部件供应商和物流人士分析表示，今年 iPhone 14系列的出货量可能会达到9000万部或者1亿部，尤其是中国市场的需求比较强，目前的备货和生产情况均处于正常状态。为何如此大的备货量？原因一是销量一旦巨大，拥有足够的备货量可以让苹果持续输出，不停地赚钱。第二是 iPhone 14系列迎来巨大革新变化，不妨我们了解一下预期的爆料。全新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将采用 6.1 与 6.7 英寸120刷新率，支持自适应刷新率技术的 XDR OLED 显示屏，搭载全新升级16仿生处理器，提供 128GB 到最大 1TB 的4种存储规格，运行内存全系为 8GB， 后置4800万像素主摄加1200万像素加1200万像素的3摄相机模组，另外还有一颗激光雷达镜头。同时，它们的电池也分别配备3200毫安时和4323毫安时电池，快充提升不大，我们这里不提及，因为没有任何意义。还有另外2款标准型号的 iPhone 14和 iPhone 14 Max， 爆料称2款新机也分别搭载了 6.1 和 6.7 英寸120刷新率 OLED 屏幕，不支持自适应刷新率，后置双1200万像素摄像头，提供 128GB、256GB、512GB 3种内存配置和 6GB 运存，电池容量分别为3279毫安时与4325毫安时，仍将使用 A15 仿生芯片。与此同时，按照惯例，苹果下半年新机就在9月份期间发布，今年也没有存在延期或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到，而量产现在已经应该开始了。目前零部件供应商已经开始为苹果供货，随后将运往富士康等代工厂进行组装生产。有报道认为，富士康郑州工厂预计将在8月份下旬开始进行大规模生产。苹果制霸高端手机市场。去年 iPhone 13自上市开始，销量就一直很火爆，首销卖了650万部，今年618大促又卖了近700万部，稳稳地处在销量榜首位置。据7月8日数据显示，苹果公司收盘价147美元，市值2.38万亿，排行全球第一。随着苹果秋季发布会的到来，不少消费者开始关注今年 iPhone 14系列的消息。众所周知，苹果在芯片上的更新换代从不吝啬，目前手机端芯片性能这块 A 系列已经是遥遥领先业内。本以为今年 iPhone 14系列会搭载最新更强的 A16 芯片继续发力血洗，不料却突然传出，仅 iPhone 14 Pro 等更高阶的机型才会采用最新的 A16 处理器。这也就意味着要想用上最新款的 A16， 那么你必须要购买14 Pro 或者14 Pro Max， 才能享受到新款 A 系列芯片的性能。那么苹果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显然，拉开 Pro 机型和常规版本的差距，进而促使更多果粉去购买更昂贵的 Pro 版本，而常规机型又可以用以前的旧芯片，苹果这招可谓一举两得。不过，人家也是凭实力说话，就算 A15 比起 A16 性能低了一些，然而15的性能与功耗表现依旧是智能手机领域天花板级别的存在，安卓阵营没有一款芯片能打得过。16出来也只是从15的秒天秒地变成16的秒宇宙而已。A15 的性能完全够用，
以后也只是苹果自家的性能迭代升级。从今年的销量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在华为遭受打击后，全球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几乎全被苹果接收。能有这种成绩，苹果自然有这个底气以及理由如此行事。iPhone 14系列或成最贵 iPhone。在前不久，一个名为 iPhone 14史上最贵 iPhone 手机的话题就登上了热搜前5。起因是泄露人士 Anthony 在推特上公布了一组 iPhone 14系列的爆料信息，当中除了配置之外，疑似价格也是得到了曝光。从图的内容可以看到，当中搭载 A15 芯片的 iPhone 14、iPhone 14 Plus 起售价为799美元与899美元，而采用全新 A16 芯片的 iPhone 14 Pro 与 iPhone 14 Pro Max 则来到了1099美元与1199美元。倘若这一价格最终属实的话，那么 iPhone 14系列或将成为 iPhone 历代机型中起售价最高的一代。对于此番价格涨势，不少手持 iPhone 12、13系列的果粉也是表示没有换机的欲望。一方面 iPhone 14系列的配置升级重点并不是给到走量的 iPhone 14及 iPhone 14 Plus， 另一方面 iOS 16的体验加持也是让不少果粉有了再续1年的想法。实际上这么打算也不失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毕竟当前来看 iPhone 12、13系列的硬件配置还十分能打的，介于此不少果粉也是调侃换套壳膜如换新机。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